世卫组织刚刚拉响埃博拉全球警报，当其他国家还在慢吞吞地开会讨论权衡利弊时，新加坡已经毫不犹豫地把21天自我监测的电子闸门重重砸下。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卫生演习，更不是为了安抚民众的表面文章，而是一场关乎国家枢纽生死存亡的极限压力测试。要知道，埃博拉不是普通的流行病，高达50%甚至更高的致死率，让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梦魇之一。这种致死率极高的病毒一旦撕开樟宜机场的防线，哪怕只是漏进了一个感染者，后续引发的连锁反应和经济崩盘，后果谁都承担不起。今天我们就来硬核拆解，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致命危机，所谓的新加坡模式凭什么总是能比别人快上不止一步？为什么在别人还在观望的时候，他敢于直接亮出底牌？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套精密、冷血却又极其有效的生存逻辑？截至5月19日，埃博拉疑似病例已经达到513例，疑似死亡131例。这几个冷冰冰的数字听起来似乎发生在遥远的非洲大陆，离我们很远。但别忘了，这里是新加坡，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枢纽之一，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旅客在这里中转。在现代航空网络下，地球另一端的致命病毒，距离樟宜机场的入境闸口其实只有不到10几个小时的航程。大国遇到这种事，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大可以靠封锁边境，甚至牺牲局部城市来换取国家的整体安全。但新加坡绝对没有这个资本。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仅只有700多平方公里，樟宜机场一旦停摆，切断的不仅仅是几条国际航线，更是直接掐断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大动脉和物资生命线。你看看窗外那些动辄几十层楼高、人口极度密集的高密度祖屋区，一旦这种高致死率的病毒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去，在密闭的电梯和中央空调系统中传播，那将是一场不可挽回的灭顶之灾。这种与生俱来的地缘脆弱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枢纽诅咒，注定了新加坡连被动防御、等待救援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只能把风险前置，主动出击，在保持经济绝对开放与追求国民绝对安全之间，走一条最细、最险的钢丝。那么，既然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简单粗暴的封国，新加坡到底靠什么把无孔不入的病毒死死挡在国门之外？答案其实非常硬核，拒绝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用冷冰冰的数据和算法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数字防线。这次出台的21天自我监测规定，绝对不是官僚机构拍脑袋决定的盲目对策。根据美国 CDC 的权威数据，埃博拉病毒的最长潜伏期刚好正是21天。当周边国家还在靠机场红外线测温、填纸质表格这种表面文章应付差事的时候，新加坡早就悄悄启动了一套多部门高度咬合的精密追踪系统。从你在移民局 ICA 自动通关闸机前扫下护照，进行面部和指纹生物识别的那一刻起，你的旅行史和电子健康申报数据就已经被瞬间激活，并且和全岛所有的综合诊疗所 Polyclinic 以及各大公立医院实现了底层数据的无缝联网。在这个系统下，没有任何人可以侥幸逃脱。一旦你在监测期内前往诊所求医并出现发热等异常症状，系统会立刻触发红灯，启动强制报告和隔离机制。不仅如此，在你看不到的幕后，卫生部早就接入了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的 GISAID 的数据中心，并联合了杜克国大医学院的顶尖科研人员，在最高生物安全等级的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实时追踪病毒的变异图谱和传播路径。新加坡模式的精髓恰恰就在于此，它不搞那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粗暴物理隔离，而是通过庞大且精密的数据流，在全岛编织一张看不见的天罗地网。它的目标是把极少数的高风险人群精准筛除并锁定，从而让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跨国商业运转不受任何实质性的干扰。不过，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单靠本土的严防死守就真的够了吗？
对于习惯了未雨绸缪、永远在思考下一步棋的滨海湾精英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如果你以为新加坡只会在自己家里修筑堡垒设防，那就太小看这个国家决策层的战略眼光和野心了。在刚刚结束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卫生部长王以康代表新加坡，直接在谈判桌上排出1200万美元的巨款，宣布用于支持全球流行病疫苗的研发。很多人可能会问，这笔钱是用来做国际慈善、赚取好名声的吗？当然不是。在冷酷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这是一笔极其精明且算计精准的生存对冲基金。在这个高度互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里，像刚果、金这样遥远国家因为内部安全局势动荡而导致的局部防疫漏洞，随时都可能跨越半个地球，演变成樟宜机场的终极噩梦。面对这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全球性卫生危机，任何单一国家都根本无力回天。回想一下新冠疫情初期全球抢夺疫苗的惨烈状况就知道了。所以，新加坡选择另辟蹊径，通过砸重金支持 CEPI， 也就是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的100天任务，并且迅速与菲律宾、芬兰等国家深度绑定了双边医疗合作机制。这波看似大方的撒钱操作，实质上是新加坡在利用资本杠杆，提前花钱买到了全球疫情第一线的早期预警数据。更重要的是，买到了未来一旦新病毒爆发时，特效药和新疫苗的优先分配权。这就是典型的小国大战略。与其缩在家里提心吊胆的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把自己的防御塔和雷达站直接建在别人家门口，建在病毒可能爆发的源头。这种用真金白银去换取宝贵时间差和核心情报网的玩法，才是真正看透了国际规则的高维度博弈。说到底，我们今天拆解的新加坡模式，它的核心本质从来都不是去幻想彻底消除或者拒绝风险，而是通过一套极高成本、极度理性的制度设计，去精准的管理和驾驭风险。因为在这个充满黑天鹅事件和极度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对于一个必须依靠外向型经济才能存活的枢纽城市而言，追求绝对安全的彻底封闭，其实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只有保持高度敏锐，做到游刃有余的精准开放，才能在一次次危机中换来国家生存的强大韧性。不论是国内雷厉风行推行的21天自我监测和数字追踪网，还是在国际舞台上豪掷1000万美元布局的卫生外交，这一切看似毫无关联的举措，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在一个日益动荡的全球局势中，死死保住这个国家的生存底牌，确保它永远不会被踢下牌桌。那么，作为身处其中的一员，你觉得这次出台的21天监测规定会对你的日常跨国出行、商业往来或者个人工作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吗？你是否认同这种略带冷血却极具效率的危机处理方式？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最真实的看法和担忧。如果你想跳出日常的琐碎，看透更多宏观政策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存法则和权力游戏，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里是潜伏在滨海湾的情报观察站，用最硬核的视角带你洞察世界。我们下期见。